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细游战法频道。道琼斯工业指数呢，在最近几个交易日一直处在一个高位震荡，这里的震荡呢，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给出了一定的提示，原因是美股道指从反弹到反转的两个步骤当中走出了两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两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通过合并 K 线在周线级别上形成周线级别上涨，周线级别上走出悟空阳线，走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细游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细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则，在周线级别唐僧阳线走出来之后，容易做出4小时级别切换时间级别之后的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那么这个调整还没有明显出现，但是呢，我们看到两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十字星，一个是非常少量的上涨，所以呢，在高位这个调整事实上是正在发生。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黄金同步美股冲高有个回落的过程，而比特币在今天早盘的时间几乎达到了45000点，这个高位出现之后，我认为后面的行情也容易出现一个调整动作那么比特币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是一个超预期的上涨过程。这轮行情早在6月份我就提示了6月份是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阳线，悟空阳线是一个多头的信号，但后面到10月份的行情当中，围绕这个悟空阳线走干扰性 K 线，也叫妖怪 K 线。妖怪 K 线走完之后，我们看到10月底的行情当中，由于比特币月的原因，它走出了正式的周线级别8节阳线，上方走沙僧阳线。那上周呢，走出了它的唐僧阳线。一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正常应该做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调整，但是本周冲出了一个新高，这个新高的出现呢，是跟随了黄金，跟随了美股，跟随了大宗商品走出了一个新的高点。但是呢，我认为新高出现之后，目前对于比特币来说，处在一个21年6月到22年3月21年6月到22年3月的一个筹码密集区。这个筹码密集区呢，是一个事实上的压力位，所以呢，冲高之后容易发生一定的回落。虽然比特币目前仍然处在一个强势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呢，我认为是一个鱼尾行情。与之不同的是，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一直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低的位置。那么这个低的位置呢，我们看到已经跌破了前面行情当中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支撑线这个支撑线跌破之后向下找前低附近作为一个新的支撑，所以呢，对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我们通过合并 K 线调整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在前面行情当中，从9月份开始到10月底的行情当中，走出了一轮周线级别下跌细游。根据我们 K 线细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周线级别下跌细游完成之后，容易做日线级别的反弹。日线级别反弹在11月9日这一天日线级别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后面的 K 线呢都可以看作是干扰性 K 线，因此呢，对于以太坊和比特币这个行情来说，容易走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复活之后的上涨细游。如果这个行情一旦出现，以太坊将会领涨于比特币。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结构当中。在这样的结构当中，我们看到以太坊是做出了几乎是3轮的日线级别上涨细游。通过合并 K 线，我们可以看到这轮上涨可以看成是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细游，加上一个新的悟空阳线。注意看这里的新的悟空阳线成功站上了周线级别黄色线144日均线。如果成功站上$2250以后在周线级别站上这个位置上之后，那么上方空间将打开到达$2800附近。这样的话将会回补22年4月到22年6月份的这轮下跌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下跌方向的筹码空缺区。那昨天在读者频道我重点提示了在这个凌晨大概1点左右重点提示了 ORDI 要做一个快速的大幅的调整。那么我们看这里ORDI 呢，经历一轮震荡盘整之后，做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游。上涨细游过程当中，走出了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悟空阳线、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注意看，这里是一个连续的上涨过程。连续上涨过程之后，我认为根据我们 K 线细游战法第一部分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细游战法就可以判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非常有可能在昨天凌晨1点附近发生。那么我们在小日线上也可以看到，这个高点几乎是在凌晨2点出现的凌晨1点这个高点和凌晨2点的这个高点非常接近。我就当时就对这个会员群朋友说，只是一个鱼尾行情，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容易做出的是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目前来看，在小日线级别上，奥迪 ORDI 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走8节阴线组，下方是有机会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如果小日线级别上能够站上
小时线级别的1440均线啊，这个位置大概是在38美金附近，到达这个位置之后才是可以去接一个抄底的一个位置，原因是之前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它有了一个快速的日线级别上涨，由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啊，我们看到涨幅200%之后，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过程。那么首先要看小时线级别38美金附近能否在小时线级别1440均线、109均线这个位置上得到支撑，如果支撑不住的话，那第二个仓位要考虑4小时级别的1440均线、109均线，那么位置就非常低了。同时呢，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拉升过程形成了大量的筹码空缺区，这个空缺区呢，大概率会经历1次回补、2次回补、3次回补之后形成盘整过程。在前面行情当中，我们就看到它走出了一个这样的结构，形成4小时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围绕4小时级别上涨吸收做对称性的收敛三角形结构盘整之后，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突破。那么历史往往会重现，在当前的 ORDI 盘面当中，我们看到有大户抛售，造成了快速下杀。这个下杀结构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之后，然后震荡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未来可能会大概率会出现。那与奥迪非常类似的结构是 Luna C， 我们看到 Luna C 呢在盘整完成之后做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收，这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收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悟空阳线、八阶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然后多走了一个新一轮的悟空阳线之后出现回调。我们认为新的这个悟空阳线是一个超涨的过程和刚才我们提到的比特币类似比特币达到45000美金也是一个新的悟空阳线，但是这个悟空阳线是多出来的这个位置呢需要一个快速调整。那么 Luna C 的结构和比特币和 ORDI 的结构非常类似，只是多出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这个悟空阳线是要被调整下来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2根阴线走下来之后，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在4小时级别这里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的悟空阴线和后面的干扰性 K 线这是下跌方向的干扰性 K 线，八阶阴线已经走出来了，下方可能会调整到0.00014附近然后围绕多头的筹码空缺区和空头的筹码空缺区进行收敛三角形这个调整过程还在继续。虽然 Luna C 是一个目前来看非常强势的币种，它的强势的原因是超跌反弹，它的超跌反弹呢具备浪子回头、爆发性上涨的一个动力。但是呢，日线级别上涨吸收走完之后，要经过调整震荡之后，才容易走出好的行情我们刚刚看到 ORDI 继续下跌正在下跌，那么它的一个下跌过程大概率可能会由小线级别发展到4小时级别，但是呢在小线级别的这个37美金附近应该有一个仓位如果它能够在小线级别上这个止跌反弹的话，后面还是在多头方向上容易找到一些利润的毕竟呢这种快速的下跌容易发生暴力的反弹。那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们看到比特币出现单边上涨行情很多山寨币也出现了单边上涨行情，但是无论多么单边的行情当中，总会有下跌反弹，特别是在牛市行情当中，下跌反弹的比例几乎和上涨行情是相互对应的就是几乎是1:1的出现。所以呢，我们的量化策略在这里面最大的获利模式就是处在下跌的反弹过程当中这种模型呢是我们的最大获利模式。那么还有2种获利模型，分别是单边上涨和震荡行情，但是这2种模型获利稍小。那么可能会发生回撤的模型呢是极端的单边的下跌，止跌不涨不反弹。那么这种情况在牛市行情当中几乎很少出现，都会有一些反弹。只要有一些反弹呢，就会带给我们AI 1号机器人和复合型机器人这2个机器人非常友好的利润。所以呢，最近几个交易日我们的量化都有大概4到5个点的获利这是在同行业当中也是遥遥领先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